又是你，怎么又是你？我不要这些，我不要，放过我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去看看别的姑娘。我求你别再爱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个孩子，没有那么多需要。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，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。我求你别再爱我了，好不好？有那么多的事也正把你需要。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，你会让我的皱纹满脸一条条。我求你别再爱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怕你有一天离开，我受不了。趁着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吧，这样对你也好，对我也好。我求你别再爱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个孩子，没有那么多需要。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，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。我求你别再爱我了，好不好？有那么多的事也正把你需要。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，你会让我的皱纹满脸一条条。一个人好，一个人好，一个人好。放我出去！谁都不是我的，把我关起来合适吗？那不是我呀，我没有杀人，我上诉，我洗冤，放我出去！你莫喊了，是啊，娘娘，皇上特意交代，暂时将你关起来是为了保护你。如果贤贵人的事跟娘没得关系，那么宰咱娘的真凶肯定会对娘不利。再说了，这是5星级 VIP 特供牢房，条件也不差呀。就是，没事儿，你们忙你们去吧，这只是我每日清晨的热身运动。哎，等等，我点名要那几本书买了没？没买就快点去，看不见他们才是对我最大的刑罚。娘娘放心，我明日派人去买了。快去快去！怎么说啊？孟非驾到的电话发噻，那书特供，现在能买到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放我出去啊！来人呐！就在前面。快来人呐！下去吧，谢谢。哎呀，有没有天理呀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吵什么？嗓子不疼吗？哎呀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怎么才来啊？快一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不要催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来吧来吧，我们来搓麻了。走你，我们3缺1，你1是3，刚刚好。这几天芳华宫简直无聊死了。来，别客气别客气啊，就当自己家哈。赶紧的。快来啊，慢慢进去。来。哎，我拜托你啊，有点囚犯的自觉好不好？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哎，真凶还没有抓到之前，你还是最大的嫌疑人。怎一个惨字了得呀！哎，起码得2个。可是孟非姐姐，你为什么会成为嫌疑人啊？太惨了，我简直不想回忆呀。扫把星。你说谁？好，谁搭腔我就说谁呗。哎，想跑啊？怎么啦？戳心了，老铁？贤贵啊，你真是很讨嫌呐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这犯的什么病啊？你倒是找太医瞧瞧啊！后宫的女人都有医保，用不着你掏钱，别舍不得。嘿，你还好意思笑啊？你黑心毒害皇上，皇上竟然原谅你，还不跟你计较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所以说你是要当正义侠，为后宫除害喽？我不管你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今天我要不是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好看。怎么会打起来了？你竟然敢刮我的脸！你竟然敢欺负我！这个是我吃饭的家伙。看出来了，吃饱了撑的吧你？那不是蒙妃娘娘吗？对呀，怎么回事？敢欺负我！老天真的太不公平了！你这个人有皇上宠，我连皇上都见不到面啊！这我欺负你，明明是你冲过来打我的好吗？没有，不跟你说了，以后别来找事儿啊！我的个亲娘啊！我可不活了！哎，那不是蒙妃娘娘的发簪吗？就是这样，所有人都说我，证据都指向我，不被别人怀疑都说不过去啊。别担心，会查清楚的。找到凶手了吗？没有。都是些蠢货！蒙妃娘娘怎么可能杀害贤贵人呢？一定是她探查刺客的时候按人手脚，遭人栽赃。是啊，那藏书阁走水的事情，那明显是冲着蒙妃娘娘来的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召回大理寺少卿结束休假来参办此案。皇上，您说的是甄大人就那个记忆神探吗？没错，宣他进宫。皇上圣命，我这就去。甄大人，您不是休假去了吗？怎么这点小事也管？太劳心了。案子不分大小，更何况事关人命。哎，是，小的意思是啊，这人一看就毒死的，身体发青，嘴唇发黑。不过什么毒却不好查出来，不是食物中毒，也不是毒针妒忌毙命。小的验过了，他的肺部中毒最深。是吸入式中毒啊，对呀。如果有人在这毒屋子里放毒烟，那没道理就毒死他一个，那活着的嫌疑最大。甄大人，我分析的有道理吗？你只管验你的尸，不用管破案。破案是我的业务范围，好吗？这对夫妻的新房是不是在山的背后？是啊，甄大人怎么知道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咱们去新房看看吧。走吧。
仵作，把这夜壶周围的泥土验一下。哎，大人，我是不是理解错了？您是让我验夜壶里的尿，验泥土什么名堂？你照做就是。哎，是。大人，你看有毒！哇，真的有毒啊！甄大人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年幼的时候读过一本书，上面说有一种土毁蛇可以放出毒气，致人死命。这种蛇喜欢待在阴暗潮湿的环境。我看死者处于门窗紧闭，没有第三者进入的室内，再加上是吸入式中毒而亡，本来就有所怀疑。而现在，检验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想。儿时读的书，现在还记得。记忆神探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要打岔，快听甄大人继续讲。死者脚下粘有土毁蛇身上分泌的粘液，从这可以推断出，她是企业小姐，不慎踩中蛇身，土毁蛇释放出毒气，她当场毙命。而你，身体素质比较好，再加上距离离得比较远，所以仅仅只是昏迷。这么说，是场意外，不是谋杀了。并非如此，本地可不产土毁蛇。去把这附近所有的蛇官叫来，你来辨认一下，看有没有认识的。是。甄大人，人带到了。快，走。甄大人，我认识他。估摸是在我夫君出事的前几日，他调戏过我，我夫君还打了他呢。看面相，你是外地人。是。到此为止，案情一目了然。你轻薄于她，被她丈夫毒打，因此怀恨在心，将从外地抓来的土毁蛇丢弃在这房屋附近，造成了她丈夫中毒身亡。你认不认罪？我认罪。另外，土毁蛇仍潜伏在此，如不除去，必将危害周围的百姓。剩下的蛇官，好好将这条蛇捉住，用火烧死。是。带走。来。多谢甄大人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少爷。少爷，不好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少爷。皇上跟前的吴公公前来请您，说是宫里发生了命案。我还在休假呢。少爷，小人听说，命案的嫌疑人好像是蒙妃娘娘。休假结束了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进宫。是。东风。古往今来，凡是绝色女子，命运必定坎坷，这是规律。我很感谢老天爷对我姿容的肯定。出牌。哎，我听说记忆神探甄大人奉皇上懿旨要来替你平冤，哎。那是谁啊？大理寺少卿甄士爽。他很厉害吗？皇上为什么要用他呀？这位甄大人啊，
是逢案必破，好多疑难奇案悬而未决的都被他挖出来给解决掉了。不蒙作为嫌疑人的这个消息刚传出去，就上了坊间的各大小报头条。这个布玉世家的大门呢，都已经快被人凿穿了，纷纷嚷嚷说他养出了一个没有品行的杀人犯的女儿。重点是还把这女儿送到了离皇上最近的后宫，其心可诛啊！那皇上也没办法，只能把这个休假中的这个福尔摩斯给叫回来了。哎，该谁了？骗子！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。小兰，我们今天再约不就行了？你不要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心里真的有你啊。我今天一早去你家，可你家仆人说你昨天根本就没有回去，你还说你没有留宿烟花之地。小兰，小兰，你这次是真的误会我了。我昨晚一整晚都在梅园看戏，梅园这个月刚开始演夜戏，你也知道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的有点过分啊？不相信他是对的，这个男的确实在撒谎。啊？梅园唯独昨晚没营业，这你都知道？每个月这个时候梅园做账歇业。记这么清楚？不仅如此呢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男的整晚都待在青楼，他身上有香粉味儿。你想啊，如果是在戏园子待一晚上，怎么着也会沾上浊气，而不是香气吧？啊，虽然他身上的香味和这个女的是同一种，但是他们一直在吵架呀，没有近身的机会啊。男子身上的香味怎么可能这么持久浓重呢？所以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个男的很聪明，他送给青楼的那个女的同款的香粉，还跟这个相好亲密了一整晚呢。果然是个谎话精。你看，他腰间少了一个吊坠，估计啊，也是送给青楼那位姑娘了。还有，他怀里有一个手帕，你看露出手帕的一角吧，估计啊那就是对方的回礼。天哪！哎，姑娘，他是骗你的，他昨晚都跟青楼的姑娘在一起，你看他腰里的手帕。这是谁送给你的？你个大骗子！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该听我解释啊，小兰。你好厉害啊！你简直都可以当神探了。哎，我听过一些他之前的事迹啊，除了用奇葩来形容他，找不到别的词儿了。不是我文化水平低啊，是真的他已经奇葩到惨绝人寰的地步。怎么了？他喜欢破案，平常呢都绑着一张棺材脸，和他有关系的人啊，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不论是夫子杀妻，又或是上司横死，又或者这个邻居遭劫，甚至连他吃过早点的路边摊，都被那个巡逻的捕快给掀摊了。哎，但是他一点愧疚都没有，独来独往，不受任何影响。这个真是爽啊！真是哭到没朋友啊！你的香囊在策论第2卷里面夹着。你的印章在桌子的右边角。你的扇子在座位的左边角。天哪！你的手帕在宣纸下边压着。
要找这些？太厉害了！哎，我簪子呢？刚才还在手上呢。就在你头上插着呢。那你知道策论的第3卷在哪儿吗？就在第1架第2层右手边。这你都知道？你不是人！我什么都记得。我不信，任何书的内容你都记得？那当然了。我不信。那这个第8页写的什么？此臣所谓参教也，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。故其治国，举要以治万物。故寡教而多功，圣人治国也，易知而难行也。是故圣人不必加，凡主不必废，杀人不为报，赏人不为仁者，国法明也。这个第11页写的什么？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数，则财恒足。以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忠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这都可以，你太厉害了吧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啊，你好厉害啊！我没什么厉害的，我就是记忆力好。买冰糖葫芦嘞！买冰糖葫芦嘞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买冰糖葫芦嘞！你厉害，你聪明，会推理，记忆力好，还不爱拍别人马屁，放眼整个私塾，谁能有你强？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了。没事儿。我有一个请求，你能答应我吗？你说。你能不能做我的小师傅？我向你拜师学艺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还没回答我呢！哎，我们家要搬去都城了，明日一早就出发。那你明早会来送行吗？我还有事。哎，你等等我！我今天要把你等我，你等我一下。真是爽！哎呀，真是爽！叫你呢！真是爽！你这什么耳朵？真是爽！真是爽！傅小姐，我叫你老半天，怎么听不见呢？你是不是耳背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想说，夫子家贫，心丧未久，我们商量着一起捐点钱给他，让他给妻子下葬，也算是帮他渡过难关了。现在钱都齐好了，就差你的了。哦，那不用算我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虽然这个夫子是刚来的，教过我们没多久，但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，帮他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你不会就差这几个钱吧？他双眼混浊，长期酗酒，醉而杀妻，对外还宣称其妻嫌其贫而悬梁自尽，满嘴谎话。我为什么要捐？啊？没听懂啊？不是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？我说的周夫子。我说的也是周夫子。周夫子杀妻？他妻子不是上吊自尽的吗？哎，
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？他告诉我的呀。怎么会？周夫子的妻子去世的时候，他的语言、表情、动作细节，都在纷纷告诉我丧妻事件背后的真相。我不记得周夫子那天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只感觉他很痛苦。我记得，不过我要订正你一点，他不是感到痛苦，而是感到内疚。是吗？当人们后悔或者内疚的时候，就会不知不觉地露出反省的微表情。当时周夫子的眼睛盯视着琪琪的尸身，皱眉，身体的肌肉紧张，同时呼吸紧凑，这一切都在说明他在后悔内疚，以及对自己酗酒有了很深的反省。现在的周夫子就是处于戒酒的戒断反应当中，手指时常颤抖，写字歪斜，口干，经常舔嘴唇。可是，你怎么现在才说呀？我是除了你第一个知道的吗？等后天吧，我会给官府写一封信，他们收到信之后就会找仵作重新尸检，那结果可以预见的，那尸体脖颈的勒痕会有少许的移位，那是在第一次勒肿之后，再次在原来的印痕上勒肿才能叠加的痕迹。你们就不用捐钱了，或者等周夫子长命之后，捐点香火钱给他还是可以的。为什么是后天啊？这种事儿也可以等的吗？我也没有办法，谁让周夫子到后天才能讲完这一卷策论？每个父子讲课的方式不同，如果中途换人，会影响我的。什么？真是怪人。哎，梦，你发什么呆啊？难道你认识他？到底认不认识呀？他只是一个当年误导了我，导致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发生严重偏差的同窗而已。你最近怎么一见我就躲？不做师傅就不做，我们还是朋友，生什么气啊？我没生气。我们家要搬去都城了，明日一早就出发。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想到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太冷漠了。跟你做朋友我太亏了。一路顺利。还有呢？要听话。那是当然，我特听话，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优点。那你明早会来送行吗？我还有事。我不管，你要来，你不来我会生气。下次见面就在你的葬礼上，记住哦。萌妹啊，你在磨叽什么呀？还不快上来？就等你一个了。别吵，再等一下。还等什么等啊？我看你那把伞啊，肯定是伪造劣质品，不然你脑袋瓜也不会进那么多水。你烦不烦呐？哎呦，你的相好没来，你对我凶什么呀？凶就是原罪，天道好轮回。你看看你，现在被放鸽子了吧？啊？你个鸡大腿呀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刚刚说跟甄世爽认识的人都会倒霉，那不蒙卷入这场凶杀案，也就是说是跟他认识的后遗症。别这么说，他是个好人。当年我话很多，问他问题，他总能很热情地给予我回应，而且他特别善良，我总是
跟他探讨人生，他每次都特别积极的配合我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可以不说话，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当做治我罪的证据吗？不，我都可以当你没说过。那什么，周夫子的事儿算你猜对了。不过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。你不计较我偷看你东西呀？计较又能如何？这可是你说的不计较啊！那借我看看。喂！哎呀，你放开，万一被别人看到了，好歹也得注意点影响。吃葡萄呢。那，还你，我看完了。哦。吃葡萄，怎么要从坏的吃起啊？哦，这是我的习惯。好的东西一定要留到最后慢慢享受。怪人有怪习惯，我敢打赌，你的这个习惯一定会让你饱受刮肉之痛的。有没有痛彻心扉啊？我吃了你的东西，这个是赔你的。一个大男人，中午只吃葡萄怎么行？谢啦。陆小姐可真是我心中的小太阳，一听她说话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被净化了。可惜呀，她也不跟你说话呀。没看见她最近跟那个冰山上的来者甄世爽走得很近吗？甄世爽的性格确实有点阴冷，你说我们的小太阳为什么要跟他一起玩呢？这好不容易有了新政，男女可以在一起上学读书，却便宜了那小子。放心啦，穷鬼一个，陆家小姐只是可怜他，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就是。吃饭吧，吃饭。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依旧聪明无比吗？吃的比我多吗？还是那么讨厌人类呢？无比糊了！哎呀，就差一点儿！我现在也非常的讨厌人类，尤其是你。快点掏钱啊！婉婉，借我一点钱吧，要利息啊！甄世爽，蒙妃的案子就交给你了。皇上放心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竭尽全力，是看在朕的面子，还是蒙妃呢？哼，没事，朕只是随便问问，不回答也罢。一定要竭尽全力。
蒙妃娘娘，有家主来看你来了。没空，小鸟一只。皇上您来了呀！快撤！不要在这里给我喂橘子呀！皇上没事来这干嘛呀？真是，快！参见皇上。免礼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是。倒是挺热闹的。哪有？我们刚抱头痛哭完毕。对了，皇上，不是说有我家人来探吗？谁呀？我爹还是我哥啊？倒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也算是半个家属吧。家属就家属，什么叫半个？微臣参见蒙妃娘。皇上，你也无需多礼。朕今日叫你进宫，是因为蒙妃曾经跟朕提起过你是她同乡，还曾经论及婚嫁。刚好蒙妃遇上点事。那什么，皇上，你可能是记错了。别看了，咱们走吧。甄大人，走吧，只是我年少时的同窗而已。好，现在是同窗啊，你们那么多年不见，想必应该有很多话要聊吧？朕在这儿，会不会打扰你们？哎呦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刚才地形那么好，我们为什么非跑到这儿来偷窥啊？你咋呀？气氛明显不对。好像是有点情敌相见的味道。没错，待会儿打起来，溅我们一身血呢。那还是躲在这儿看比较好。我穿的可是新衣服。真抱歉，是我跟皇上乱说，影响你名誉。没关系，我看得出来，皇上是逗你的。朕可没空逗他，真是爽。他们说，证据显示，蒙妃就是杀害贤贵人的凶手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臣相信蒙妃娘娘是无罪的，是有人嫁祸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站在我这边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他竟然还相信我。所以蒙妃跟贤贵人在争吵的过程之中，在争执的同时划伤了贤贵人的脸，那一瞬间把她推入井中，把蒙妃的发簪拔了下来。这样的作案过程不对吗？不对的地方有很多。皇上，微臣接下来的言语可能会有些伤人，还请皇上恕臣无罪。朕免你罪，说吧。没错，贤贵人脸上的指痕确实是和蒙妃娘娘争斗时留下的，这点仵作查的没错。不过微臣再次细查过尸体，发现贤贵人身上不仅有淤青，也有几道指痕，以及什么？尸体面部青紫，两眼微张，眼球凸起，布满血丝，腹部肿胀，处之稍硬，身体还有多处淤青和擦伤，皮肤褶皱，为溺死之症。是的，是的，发现的晚，因此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过久，影响了对死亡时间的判断，大概是亥时到子时之间吧。有打斗过的痕迹。贤贵人这额头有撞击伤，脸上还有一道指痕。有人正说她与蒙妃娘娘发生过争执，后来小的在蒙妃娘娘的指甲缝里发现了肉丝，配对后，正是她这道伤痕。
哎，甄大人，这样就不好了吧？尸体在我们面前并无性别之分，你检查过吗？这下边我没敢仔细看。你不仔细看，所以漏掉了这具女尸私密处快要消失的恩爱痕迹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痕迹是和男子欢爱后所留？正是。可是谁都知道，贤贵人并不受宠，皇上也没有招幸过他。难不成皇上被戴了绿帽子？这刚打捞上来时，贤贵人手里拿着这只发簪，说明二人在打斗之时，蒙妃娘娘一气之下将她推入井中。就在这关键的瞬间，贤贵人拔下了她的发簪，这应该就是这样。当时贤贵人手里这簪子是怎样拿着的？就是这样，正常拿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的这双眼睛比那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我知道了。点水般流连，爱是相思磨的剑，是与你的永远。谁人不爱垂手可得的良缘，偏偏是我着手的情缘。后知后觉不分爱乐的伤眼。江山的画面，曾几何时被真理缠绵。你的倔强是海梦生的情牵，爱你永恋人间，不怕去冒险。一朝寻情剑，一朝又为欢颜。知错的年纪是谁来邀约？从前的无限，头寸风月万千。你是开在星空上的乐园。多少过节谈笑间，点水般流连。爱是相思磨的剑。